兄弟们，对不住啊，咱们自己家的出了事，总是解决咱们这些提问题的人啊。这个惨状，兄弟们可以看一下 ，A 柱直接干成90度了。一个人，一台车，就是一个家庭啊，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都是家里的依靠。整天只会吹牛逼啊，对标、吊打、领先。这个 A 柱啊，给兄弟们瞅一下啊，3层，里面这一层啊是拼接的，点焊在上面，直接干分离了。第2层呢，因为力道的缘故，也撕开了。给兄弟们看看这个 A 柱的用料，它连一个最基础的一个热成型钢都没有，看到没？很轻松，能有什么安全系数可言？哎，赤裸裸的谋财害命，整天只知道冰箱、彩电、大沙发，他妈的竟在咱们看不到的地方去做文章，去偷工减料啊！这里直接就撕开了，惨无人道，这些奸商们、二鬼子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啊！造车水平不行，但是抓人的速度是很快的呀。昨天上午说的抓人呢，昨天晚上就发布了公告。看这个公告啊，上面是说，自2024年5月以来呢，某公司操纵数十家 MCN 机构，使用上万个账号发布、评论大量恶意造谣、抹黑、诋毁鸿蒙智行品牌以及产品的虚假信息啊，严重误导社会公众，损害鸿蒙智行品牌和产品声誉啊，并且他们已经报案了，已经有多人被捕了。这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动作还是非常快啊！昨天刚悬赏500万，让网友互相举报，今天呢就抓了多人。到底是谁呢？谁会动用上万个账号去发布抹黑华为呢？很多人在猜是不是小米啊，或者说是比亚迪呢？相信已经和华为有深度合作的汽车品牌应该不会啊，这不是我瞎说的，有人通过 DeepSeek 问出来的。不过呢，我感觉这是不是有点被害妄想症呢？真的有车企会动用大量的水军去故意抹黑竞争对手吗？这车圈的水真的是太深了，目前还没有爆出到底是谁呀，估计也是受保护的呀，毕竟都是国产车啊，都是遥遥领先的。那现在华为的车主要更加小心了，遥遥领先的大数据分析系统呢，估计会把每个车主都给分析一遍，看你到底有没有抹黑啊，或者说你心里想不想抹黑华为呢？到现在已经是人人自危的地步了。尊姐，我借了一辆迈巴赫送给你做测评，咱不落别人画饼，特意借的480，别问为什么，因为这是最便宜的迈巴赫，咱们测评起来赢面更大，要么不测，要测就得狠狠的踩他一脚。现在我就给你说说尊界暴打迈巴赫的6大优势，让所有喷迈巴赫喷尊界的喷子们通通闭嘴。第一，迈巴赫680 630的马力，尊界360的马力，但是最低配的迈巴赫只有380的马力。这一条咱不比了。第二，迈巴赫100多年的老东西了，咱们尊界19年才出生，今年才6岁都不到，比年轻我活都活死你。第三，你这迈巴赫是跟奔驰合作的产品，而尊界是什么？那可是华为跟江淮的结合体，你懂吗？你们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我们尊界怕过吗？所以比勇敢，尊界完胜。第四，都笑话尊界，只有面子没有里子。实话告诉你，我们中国人就不要里子，所以啊，论懂中国车主这一块，尊界绝对拿捏的死死的。第五，最可笑的是，竟然有人说尊界太土了，没有国际范儿，那外国人也不买这款车呀，要啥国际范儿？所以说在营销定位上，尊界真是稳准狠。第六，竟然有人说尊界不保值，不保值都有人买，那正说明了车主有实力呀。尊界连这一点都给你们考虑到了，别说迈巴赫，就算是宾利、劳斯莱斯来了，他也比不了。总之一句话，谁买尊界谁牛逼。这算不算抹黑呢？拍段子还是要小心点啊，
估计明天就会被优化了。来看看下面这个视频，它是不是在抹黑呢？竟然说比亚迪啊，它生锈，买来1年半年就生锈了，然后除锈已经除了3次了，但是它都处理完了，你看得到它这个锈，它又过个几个月又出来了，根本除不了。这个门这里锈了，然后呢，这个缝里面看得到吗？这个我手指的这里全都锈了，然后还有这里也锈了，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那边的门也相同的，都是反正都是锈了。然后现在他是答应给我换门，已经定了。我以为只有宋会这样，没想到路上看到一个很新的比亚迪唐。你们唐就不会，但是你们唐这里搞的是可能处理了一下什么东西，可能看看你们副驾，看看你们后座的这里这个地方缝这里，哦，锈了哦，那就对了。哎，真有锈啊！那就是传承的。你用了多少年的车？我这半年就锈了，新车半年就锈了。你们这唐也这样？我用了很久了，我车。唐哪一年？都6年了。都6年车了。6年车啊，6年车。对，我也不注意，网上说的，也真有一点。哦，这个也是，啊，不好意思，加油呀，你们要走了是吧？没关系。我看你们这个也来。你不说这个没有啊？这前驾驶。哦，前门处理过了。我看前面这个缝里，你把它打开一点。这里看不到，这里没有。看一下你们这里有没有？侧门。我看看你们这里有没有，再看一下。看看你这里。这里也都没有，这里都没有，看看这里都没有，前门挺好的，就是后门两个后门是吧？他说要给我换车门，我都服了，他给我处理3次都没处理好。你才新车，让他换了。然后现在又换车门。买那个去年那个新款。个人认为啊，国家默认新能源是6年就报废了，一点点生锈的问题不大。反正报废的时候呢，也不看谁锈的多或者谁锈的少啊，通通拖走换新款。要加快国产车的崛起嘛，韭菜就该添砖加瓦，都是有必要的。整天盯着自己的车一点点生锈，真的是目光短浅，没有大局观。大马路上去看别人的车，这样搞得别人是有多尴尬呀！更让人尴尬的是呢，特斯拉的 FSD。假如说路上突然出现这么一根小小的树枝，你认为特斯拉的 FSD 会直接压过去，还是丝滑的绕行躲避呢？也不知道我们国内版本的 FSD 是真的能看懂叔叔的手势，还是一个巧合。反正本来已经停下来的车辆，路边的叔叔做了一个手势，他就听话的继续往前走了。FSD 来到国内之后，到今天为止刚好是1个礼拜，我也已经使用了1个礼拜。在这1个礼拜中，我也不知道他带我闯了几次红灯，跨过了几条实线，走错了几根车道。那整体用下来之后呢，我给这套智驾总结出来了17个字：6大型智驾，勇敢违章，永不停车，无需接管。特斯拉这套智驾的基本功非常的扎实，而且非常聪明，有着学霸的气质，但是他就像个调皮的孩子。如果打比方你是监管他的家长，那么你要时刻小心这个调皮捣蛋的孩子。那今天这期视频里呢，我也给大家来分享几个他表现非常优秀的案例。第一个案例，正常行驶的时候，前面路上突然出现一根小小的树枝，那这时候 FSD 的表现就跟我们人开车一模一样，没有压过去，而是丝滑的做了一个绕行。这个场景已经非常直观的证明了 FSD 智驾的基本功，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根树枝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渺小非常低矮的障碍物，那么这样的障碍物也可以正常避让的话，它给了我们使用这套智驾非常强的一个安全感，而且前方也非常丝滑的去绕行了一些停在路边的障碍车辆，它该慢的时候慢，该快的时候呢反应非常的快。FSD 第二个值得夸奖的点就是过这些没有红绿灯的无保护路口，它不管前面有没有横穿车辆，只要到了这些无保护路口都会提前停下来看一下，等到车机确认安全之后才会帮你快速通过。那么从这一点来说，它不会像很多国产智驾那么鲁莽。其实我们很多国产智驾呢，经过这些没有红绿灯的无保护路口时候，只要前面没有横穿车辆，
他不会去做这个停顿的动作，而是直接跟别人去抢道。其实像 FSD 这样经过这些无保护路口的时候，先是停下来确认安全，这一个动作呢会给驾驶者带来很大的安全感。所以整体用下来， FSD 是让我最有信心也是最快让我安心的去脱手方向盘的一款智驾。比如说3天前我有一次晚上从这个服务区拐出来，你们注意看，我前面左边和右边都是大货车，盲区非常的大，但是我现在的路线呢是要从槽罐车和安能快递车中间给右拐过去。要知道我现在的左侧也是停满了大货车，这完全是一个盲区里面我们看不到左侧会有大货车过来，对吧？那么在这样的场景下 FSD 的表现会怎么样呢？它到底会不会停在这个地方不走了呢？我们刚才看到已经有2辆大货车紧接着过去了，但是中间有几秒钟好像没有车继续过来。那么就在这个瞬间，我们看到了 FSD 启动了车辆，但是它并没有很鲁莽的就冲出去，而是把车身稍微往前探了一探又停下来了。这时候我就感觉到了 FSD 开车其实非常的拟人化。那在这种左右都是盲区的丁字路口，其实我们人驾的时候也会做出同样的动作，对吧？先把车头往前探一探，离开盲区看一看左边有没有车辆过来，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所以我再强调一遍， FSD 自动驾驶的基本功很扎实，它会给你整个智驾的过程中带来一种很强的安心感。那么沿着这条路开下去的时候呢，我们突然发现右侧出来了一个交通管理者。当他走过来的时候，我们的车辆先是停了下来。那我们停下来的时候，叔叔呢打了一个手势，示意我们往前走。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车辆是先往前挪了一下，又停下来了。当叔叔再次做出手势，示意我们往前走的时候呢，我们这辆车才继续前进。所以整体用下来，我认为 FSD 它真的很聪明，但是也很调皮，就像一个刚来到中国什么都不懂的小孩。这流畅度还是可以的呀。这个 FSD 入华真的很突然啊。我本来以为只是一个常规的软件升级啊，但是没想到进来的是货真价实的北美最先进的 FSD V13啊。那这国内各路遥遥领先，各种自动驾驶尿不湿都没有脱呢，就要跟真正的陈年对手掰手腕了。这不符合强国一向护犊子的传统风格啊？难道是向马斯克和特黄毛这个团体示好，纳投名状呢？再参考一下最近特黄毛上来以后呢，预料之中的对华进行的贸易战已经开始了。这个国内版本的 FSD 通过这几天通过大量媒体个人车主的大量测试呢，真的很强大。它只是对国内的交通法一些路面画的线和一些奇奇怪怪的交通灯不太习惯而已。但这个 FSD 表现出来的决策能力、学习能力和这种丝滑的体验超越了其他自动驾驶，真的不是一星半点啊！这回真的是狼来了。难怪平时自动驾驶吹得最凶的那几家，这几天呢都出奇的沉默了。不是遥遥领先吗？不是1000万内最好的吗？多搞几个相同的路段去对比测试多好的证明机会遥遥领先呢都不吱声了，就靠那个被骂的网红那7张罚单挠了个痒痒，车企自己呢都躲起来了。FSD 入华会让之前很多吹破天的东西呢都原形毕露，等待时间的检验吧。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谢谢观看，拜拜。你陪领导爬山，领导对你说：“年轻人还爬不过我啊！”低情商，还是喜欢跟在领导后面做事。年轻人体力再好，没有前辈带路也是力不从心呐。中低情商，那咋整啊？走你前面你又不乐意，你知道我跟你后面有多遭罪吗？你前面喘着，后面放着，你是来爬山还是他妈来排毒的？中情商，你搁这装啊？就你那老胳膊老腿绕上，你没看出来吗？你要是不服，咱俩现在马上下山重来。中高情商，老大，听说过上山容易下山难吗？难道你是想在山上永住吗？高情商，年轻人还爬不过我啊！瞧你这话说的，你是在爬山，我是在遛狗，哪有遛狗主人走前面的？快走！